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分别是西班牙的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这两座城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微妙关系。两个城市各自有两个足球俱乐部，而且顶级的那一个相互又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就连各自曾经的当家球星也有一定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两座城市的旅行。首先我们去到巴塞罗那，到巴塞罗那一定要去看高迪的作品，有3个在前面的视频已经提到过，分别是圣家堂、巴特略之家，还有贵尔公园。米拉公寓就在巴特略之家的不远处，这2个建筑的门票都是20几欧。我的建议就是选一个去看就可以，当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全都可以去参观。如果你是高迪的铁粉，还可以去看一下维森斯之家，这是高迪独立设计的第1个作品，这个曲线现在还没有那么夸张。另外还有一个风格比较接近的，也比较著名的是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建筑风格也是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去之前最好留意一下它的关门时间。巴塞罗那还有一片区域是在蒙特惠奇山那一片，在那里不远处就是密斯设计的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喜欢现代建筑的朋友可以去打个卡，同样也要注意它的开门时间，并且购买门票。去蒙特惠奇山坐公交车就可以，中间还会经过一个胡安米罗基金会美术馆，爱好美术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当然在这个山上最主要的就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场馆，旁边就能看到一个射箭点火的雕塑，它所对着的就是场馆的主火炬，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火炬。还有点颜色。这个体育场的一部分是可以去参观的，虽然这里不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场馆，但是里面还是能看到一幅巨大的俱乐部旗帜。这里面可以进去啊，咱们进去看看。不远处还能看到卡拉特拉瓦设计的电信塔。在马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公园，正好赶上了公园里的一个表演活动。在公园里面可以俯瞰巴塞罗那的景色，但是要说看城市景色非常棒的一个观景台，有一个场地非常的推荐，就是提比达波山。要上山的话，先坐公交车到半山腰，然后再换索道缆车。到站之后，再坐盘山的公交车直达山顶，这一路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到山顶之后，就是一个很大的观景平台，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城。上面有一个教堂，还有一个游乐园。巴塞罗那行程都可以坐公交车，在站点买票就可以。我们买的是月票，因为结合待的时间算下来，公交车单次票的全部费用和月票差不多。你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行程算一下，并且看一下月票当月是否有打折，这样整个出行下来，交通的性价比就非常的高。巴塞罗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打卡，叫波盖利亚市场。这个市场起源于1227年，原先是一个肉铺，然后再逐渐的翻新加盖，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南欧吃的东西确实要比北边丰富很多。另外，欧洲城市的教堂也是一个传统打卡的地方。在吃的方面，有各种小吃，西班牙的 tapas。当然，来西班牙一定要吃海鲜饭，可以点一个黑黑的墨鱼饭尝试一下。巴塞罗那靠海，所以海鲜非常值得去尝试一下。巴塞罗那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它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这点从它的城市建筑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它也是西班牙城市当中游客访问量最大的一个。那么访问量第2的西班牙城市就是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虽然西班牙在整个欧盟中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它跟拉丁美洲有着重要的联系。马德里就是欧洲跟拉丁美洲之间的重要贸易通道。第一眼看到马德里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繁华但是中规中矩的普通大城市。当然这一点也非常好理解，作为一个中心城市，它必须涵盖各种各样的内容，无论经济贸易还是政治文化，什么都要有，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西班牙。它独特的文化体现在比方说西班牙皇宫还有各种各样的宫殿当中。马德里还有一个太阳门广场，上面就有那只熊上树的一个著名的雕塑。另外还有西班牙公路的0公里标志牌。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之前视频所提到的西班牙的粗野主义建筑。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它拥有很多大而全的博物馆，比方说普拉多博物馆，还有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这里有着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如果要去参观的话，留意他们的开放时间，因为在傍晚有一段时间是免费开放的。到马德里推荐一家酒店，在西班牙大厦里面，叫 Rive 酒店，它的前面就是西班牙广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价格大概在200-300欧之间，如果提前预定，而且不在旺季的话，会更加便宜一点。这栋楼也有它自己的故事，建筑建成于1953年，在2014年的时候出售给了万达集团来进行更新改建。马德里市议会当时的要求就是改建要保证建筑的正立面跟侧立面的完整，但是万达的改造方案拆除的地方太多，并没有得到马德里政府的批准。在2017年的时候，巴拉卡集团从万达的手里收购了这栋建筑，并将其出售给了 Rive 酒店，最终酒店就改造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这里能俯瞰整个马德里啊！这个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屋顶上的全景空中餐厅。如果不是住户的话，到最顶上需要另外买票。这里的风景非常好，前后还各有一个透明的玻璃廊道，后面这个是一条走廊。前面是一个观景平台，在上面确实非常刺激。这里老板有点害怕啊，这玩意现在太薄了啊！就这么一块玻璃跟钢梁，哎，如果预算还行，而且想住的地方去哪儿都比较方便的话，这个酒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建议提前看价格。关于吃的方面，西班牙菜还是那些tapas啊、海鲜饭啊，当然还有西班牙油条，可以去老店里吃。这个油条蘸着巧克力吃的话，还是有点吃不惯。我觉得什么都不蘸也挺好吃的。关于马德里可以去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它的大广场，也叫马约尔广场。东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历史公园，水晶宫。在整个城区当中，步行也非常舒服。如果需要感受一下足球文化，可以坐地铁到伯纳乌球场。虽然离老城稍微有点距离，但是整个气氛还是非常棒的。马德里是一座大而全的城市，是西班牙的首都，但是整体说不上非常的西班牙。不过它足够的便利，该有的都有。而巴塞罗那更加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城市当中的景点也更加的出名。对于游客来说，巴塞罗那可能更加吸引人，毕竟从游客的访问数量就能看得出来。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两座城市也有各自的魅力。出门在外，还是要提醒大家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我们下期再见。